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一切，无论是你面前的桌子、手上的手机，还是你自己，都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实心坚固的东西。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，这一切其实都只是能量在不同形式下的震动。听起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，但这并不是随便的灵性说法，而是连现代科学，特别是量子物理也逐渐揭示的真相。我们从小被教育，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，有木头、金属、水、空气，这些东西看起来很真实、很坚固，但科学家们越深入研究，就越发现事情不是这么简单。当我们把物质不断拆解，从分子到原子，再深入到原子核和电子，你会惊讶的发现，原子大部分的空间是空的，几乎什么都没有。原子并不是像小球那样的固体，而更像是一个能量波动的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眼睛看到的桌子，其实是由无数能量波组合而成的一种稳定结构。这样的发现动摇了我们对真实的理解，因为我们以为的实体其实只是能量的显现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如果万物的最底层都是能量，那我们自己呢？我们的思想、情感，甚至灵魂，又是否也属于能量的一种？这个问题就把科学与灵性自然连结在一起。科学透过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世界并不是由死板的物质构成，而是充满能量波动与可能性。而灵性则告诉我们，这股能量同时也是宇宙的意识，这份意识正是我们所称谓的灵魂。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，就会发现，其实你我之间和整个宇宙万物并没有分离，而是共同存在于同一个能量场里。今天我就要带你一起来探索这个令人震撼的观点：万物皆能量。而这个能量不仅是科学正在研究的核心，更可能是灵魂存在的证据。这会彻底改变你对世界的理解，也会让你重新思考你自己究竟是谁。当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，科学家在20世纪的量子革命中发现了一个颠覆性的事实：物质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坚固存在。原子这个曾经被认为是最小单位的东西，内部其实几乎完全是空的。爱因斯坦说过，我们所看到的物质，例如石头、桌椅，甚至我们自己，都由原子构成。而在原子内部，大部分是空的空间。次原子粒子，如电子，其实是振动的能量束，具有电磁性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把一颗原子放大到整个足球场那么大，那么原子核就像是足球场中央的一粒小米，而电子则是在四周绕行的小点，中间绝大部分的空间其实什么都没有。我们以为摸到的桌子很坚硬，实际上却是无数能量场之间的相互作用，让我们的感官误以为它是坚固的。更惊奇的是，电子并不是固定的小球，而是同时具有粒子和波的特性，这就是著名的波粒二象性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观察它时，它会呈现粒子状态；当我们不观察它时，它却是一种分散的能量波。这意味着物质的存在方式竟然与观察有关，也就是说，与意识有关。这些发现让科学界不得不承认，物质的本质并不是固体，而是一种能量的振动。甚至许多物理学家开始使用量子场这个概念来描述万物的基础。他们发现，宇宙中的每一个粒子其实都来自于背后的一个无形能量场，这个场像是一张看不见的网，贯穿了整个宇宙。所以当我们说万物皆能量时，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形而上说法，而是量子物理实际揭示的现象。你的身体、你手中的物品，甚至你脑中的思维，都是这个能量场的不同显化。那么，如果科学已经发现物质本质上只是能量的振动，那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这些能量的运作是否可能和意识有直接关联？换句话说，我们的思想与感受也会像能量波一样影响这个宇宙吗？
既然科学已经告诉我们，物质的根本不是固体，而是能量的振动，那么我们自然会想问，我们的意识是不是也属于能量的一种？事实上，许多研究与实验都暗示着这个可能性。当我们的大脑产生思想或情绪时，脑神经细胞之间会释放电讯号与化学反应，而这些活动本身就是能量的展现。当我们进行脑波测量时，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状态下脑波的频率会有所改变。比如放松的时候是 alpha 波，专注的时候是 beta 波，深度冥想时则可能进入 theta 波，甚至 delta 波。这些脑波就是我们的意识在能量层面的具体显化。更有趣的是，情绪同样带有能量。当我们感到喜悦、爱与感恩时，身体的频率会提高；而当我们处于恐惧、愤怒或焦虑中，频率就会降低。这不仅是心理层面的经验，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与周围环境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一进入房间，整个气氛会突然明亮起来，而有些人进来却让大家感觉压抑沉重。这并不是错觉，而是能量在互相影响。如果意识与情绪都是能量，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思想并不仅仅存在于脑袋里，它同时会对外散发，与宇宙的能量场产生共振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吸引力法则会发生作用。你所专注的事物会透过能量振动的共鸣，吸引到相应的现实经验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内在状态会塑造你的外在世界。这里我们就可以开始把科学与灵性串联起来。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万物皆是能量波动，而灵性则提醒我们，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能量力量。当这两者结合，我们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理解。你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，而是整个宇宙能量场的一部分。你的意识会不断与外界能量交织，并共同创造出所谓的现实。那么，这个能量的更深层次又是什么？这个能量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灵魂？而所谓的灵魂，会不会正是意识与宇宙能量的最高统一？当我们把意识看成是一种能量时，自然而然会延伸出另一个问题，那么灵魂又是什么？它是否也是能量的一种？答案是的，而且更精确地说，灵魂就是意识能量的更高层次。我们之所以能感受到情绪、思想，甚至灵感与直觉，正是因为灵魂的能量透过我们的身体与大脑在运作。身体就像是一个接收器，而灵魂是源头的能量波。当我们安静下来，进入冥想或深度思考，我们往往能感受到一股超越头脑逻辑的力量，那就是灵魂的震动。灵魂的特质与宇宙的能量场其实是相连的，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灵性传统都告诉我们，你并不是孤立的，而是与宇宙万物一体。因为从能量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一个水滴，而整个宇宙能量场就像是无边无际的海洋。水滴看似独立，但从本质上，它和大海没有任何分离。现代物理学的量子纠缠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比喻，两个粒子即便被分开到宇宙的两端，它们依然可以瞬间互相影响。这意味着，在能量的层次上，分离只是一种幻象，真正的本质是连结。同样的，我们的灵魂与他人的灵魂，甚至与整个宇宙早已紧密相连。如果能接受这个观点，你会发现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会被重新理解。例如，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心有灵犀，或者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，突然感受到远方亲人的状态？因为在能量层次，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的距离。更深一层来看，当我们说我们都是一体，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诗意表达，而是能量层面的真相。你的灵魂是能量，我的灵魂也是能量，而这些能量并非各自孤立，而是同源于宇宙的意识场。就像许多灵性经典所说的，分离是一种幻觉，合一才是真理。所以，当你理解到这一点，你会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与世界。你不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宇宙能量的延伸体。
你不再孤单，因为你本来就与万物同在。那么，如果我们的灵魂确实与宇宙合一，那这份能量是否也能够影响我们所经验的现实呢？如果每一个灵魂的能量频率都能共振，那么我们是否也能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能量，来创造出更理想的人生？当我们走到这里，就能把所有的线索串起来。量子物理揭示了物质的最深层其实是能量波动，而我们的意识与情绪同样也是能量，灵魂更是这股能量的更高层次，与宇宙能量场紧密相连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万物皆能量不仅仅是一句灵性语录，而是一个连科学都逐渐触及的真理。理解这一点，会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。当你知道自己并不是孤立的个体，而是与宇宙能量一体的存在，你会发现，你的每一个思想、每一个情绪，甚至每一个小小的选择，都在影响着整个能量场。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宇宙的一个共鸣。这同时也意味着，我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人生。因为当你调整自己的能量频率，世界就会以相应的方式回应你。如果你让自己保持在爱、感恩、喜悦的震动中，你所吸引的现实也会与这样的能量一致。这就是吸引力法则背后更深的原理。或许你曾经觉得人生孤单、困难，觉得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努力，但当你明白自己本来就是宇宙的一部分，你会开始意识到，你并不是在对抗世界，而是与整个宇宙能量共同创造。这样的视角会让你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力量。所以，真正的问题不是能量存不存在，而是你想让自己的能量震动在哪一个频率。你想成为恐惧、焦虑、分离的共振者，还是想成为爱、希望、合一的共振者？当我们有意识地选择爱与光明，选择与宇宙能量调和，那么我们所经验的世界也会随之改变。因为最终，你就是能量，你就是宇宙的一部分，你的灵魂正闪耀着与万物同源的光。这就是万物皆能量最深的意义。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发现，也是一个灵魂的提醒。你不是孤单的个体，而是宇宙意识的延伸。而当你真正理解这一点，你就会开始活出完全不同的人生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